新的一天，这里是怡保市中心的劲打河，那边还有群山。要说这个怡保的自然环境还是挺不错的啊，有山有水的，而且附近啊有很多的大湖，但是呢离市中心啊稍微远一点，看看一会儿能不能路过一些吧。今天呢是来到怡保的第二天，昨天这个时候到的，但是昨天太累了，因此呢下午也没有出来，在住的地方睡了一觉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出来走了走，主要就是去这个火车站和这個市中心有個夜市，但是感覺啊這個怡保這一塊人不是很多，跟之前去的那些城市比，這裡人口相對來說少一些。之前去過的比如像新山啊，還有這個吉隆坡、檳城那邊肯定人口要比怡保更多一些吧，甚至感覺啊連這個古晉和亞庇都要比這個怡保這塊人口更多。但實際上怡保是馬來西亞的第4大城市，人口60多萬吧，可能很多人啊不一定非得住在這個市中心啊，都住在其他區域了。現在是下午1點來鐘，今天出來呢就沿着這個劲打河先看一看。昨天就在岸邊稍微的走了走，因為比較晚嘛，因此也沒有好好看看這條河。有點跟黃河似的啊，只不過寬度稍微的，不是稍微的，是窄了很多，但是水的顏色差不多。劲打河，不知道這河裡有沒有魚啊？我感覺應該有啊，但是還沒有看到釣魚的。這水流還挺急的，估計沒有人敢在這條河裡面游泳。這邊還有一些鳥類啊。行，往前面走一走。我才在這個河邊溜達，有很多的這個大蜥蜴，前面還有一隻，看見了，進到水裡了。這兒也有，我一看見人都跑水裡去了。行了，不是鱷魚就行了。這種蜥蜴個頭比較大，據說是有毒，在東南亞非常常見，但是好在比較怕人，一看到有人過來他們就潛到水裡，就害怕那個不怕人的啊，還想跟你挑戰一下。這岸邊有可能啊走幾步就能看到一隻，就要小心點啊，別踩上。看劲打河環境倒不錯，就是有些地方有些垃圾，應該把這一塊啊，怎麼說呢，治理一下啊，其實挺好的一個區域啊，年久失修啊，上面都有些垃圾，還是走在這個上面比較好，下面蜥蜴太多了啊，感覺這個城市有點像我之前去過的一個厄瓜多爾的一個城市，叫做什麼來着？昆卡。記得在昆卡也有一條這樣子的河，寬度也差不多，只不過這個水的顏色要比這個更清澈一些。這邊比較黃啊，確實有點像這個昆卡。昆卡是一座挺棒的城市，之前在昆卡待了1周啊，感覺不管是自然環境還是各方面的，甚至物價都要比這個基多要便宜，挺喜歡這座城市的。來看看劲打河。行，接着往前走。往前走啊，有一些這個城市公園可以去看一看。好像還有一個叫什麼霹靂洞的地方啊，霹靂洞。
聽着像一個山洞，因為這塊山比較多嘛，我估計應該是一個山洞這麼一個區域。那邊還有一個廣場，類似於獨立廣場吧，過去看一看。雖然剛吃完午飯，但是吃的不多。看看一會兒背不住，在路邊看到有賣這個經濟飯的，當地人管它叫雜飯，也叫經濟飯，可以嘗一嘗。感覺這個經濟飯反正也不太經濟，有時候這個也要賣到20令吉左右，有時候拿的多一点，18、20的，合人民幣30多塊了。這個價格在国內能吃2頓了。當然了，你如果要是飯量小的话，要少一點，也就是10個令吉左右吧。這有一個球场，感覺更像是個廣場，看一看。應該是當地的這個獨立廣場，那邊還有一面，這個州應該叫霹靂州吧 ，Perak， 霹靂州。怡保是霹靂州的首府，2個大足球場，這邊一個，那邊一個，但是也沒人踢球。我感覺這個地方更像是這個當地的獨立廣场。一般在這個馬來西亞比較大的城市都有獨立廣場。再看一看，行，一會兒去別的地方再走一走。這還有一座清真寺。行，一會兒再去這個晉打河那一塊吧。現在多少有點餓呀，看看一會兒是不是找個地方吃點東西也可以。Sungai Kinta， 我估計那個 Sungai 是不是就是河的意思 ？Kinta 就是晉打河。那邊有釣魚的啊，剛才還說沒有釣魚的。估計也不好釣啊，这個水流太急了。一會兒去晉打河的另外一邊，到那邊看一看。這邊真的很像之前去過的昆卡，連附近的這個建築都很像。昆卡也是一座山城啊，跟這個怡保有點類似，只不過它那邊的山離這個城市比較近。記得當時總去這個山頂去看這個日落，非常棒的一座城市。看看以後有沒有機會再去厄瓜多爾吧。行，现在找個橋啊還是什麼的，去河的另外一邊。現在在這個晉打河的橋上，這座小橋還挺方便。但是旁邊這座橋實際上離我腳下這座橋啊並不遠。挺好，挺好。再看看晉打河。行，现在來橋的這邊走一走。昨天肯定是沒有來到這個區域，昨天太晚了。如果要是3、4點鐘的話，肯定來這塊看一看。行，沿着岸邊走一走，前面好像有一片這個綠地區域，應該是當地的一個旅遊景點吧。一會兒過去看一看。感覺這一帶橋非常多，短短的也就不到1公里的距離，已經看到4、5座橋了，感覺是不是有點浪費？那邊有一些，個人感覺啊，應該是南亞的勞工啊，正在除草，看着挺辛苦的啊。這麼熱的天啊，穿的特別厚的衣服，不容易。一般馬來西亞人不幹這個。一般都交給這個南亞的勞工了。我身後就是這個一片綠地的區域，一會兒下去看一看。
刚才又看到很多的这個大蜥蜴，希望這一帶啊盡量少一些。行，來這個綠地區域走一走，這邊很多的大榕樹，一看這個樹的年齡啊，估計不小了啊，至少也是上百年的，就是過去看一看。只不過現在這個點兒啊，這個景區裡沒什麼人。這個地方叫什麼？他們不知道是當地的語言啊，還是什麼？他們很多小鴨子船，只不過這個點兒沒什麼人。估計到了周末，可能很多的家長帶着孩子來這邊遊玩。今天是周三，因此沒什麼人。接着往前走一走。行，現在站在這個湖的一個中心位置，這是一個小島，然後用這個像是橋一樣的建築連接起來。湖心島那邊有2個這個英國人玩這小鴨子船，整個這個區域就他們倆人。價格好像是18令吉啊。反正價格還可以，不是很貴啊，2個人稍微還便宜一些。哎呦，還挺熱的，在這休息休息。那邊也是一個小島，應該是。整個這片區域要說，確實挺漂亮的。這塊一片綠，看看多棒啊！比三亞還熱，三亞比這裡稍微還涼快點。是很多垃圾，吃完了也不知道收拾一下。行，往這邊走一走。這邊應該是這個島的一個比較核心的區域，看看是不是以後再來這兒參觀一下。行，往前面走一走。稍微的休息一下。这外面虽然今天不是那個大太陽天兒，但是真的是又悶又濕又熱。看看出了一身的汗。馬來西亞這邊確實熱，可能在這個清邁的話，這個季節應該不到30度，可能更好一些吧。在我右手邊還有另外一片的這個綠地區域，要比我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要大3、4倍的樣子，更大一些。因此現在是休息一下，一會兒去那個更大的綠地區域。剛才稍微的休息了一下，現在接着在這個綠地公園再看一看。這邊好像是一個叫做福岡花園的地方。福岡，日本福岡啊，之前還去過一次，在這個日本南部的九州，當時在福岡待了5、6天。記得當時呢是2020年年初吧，3月份，當時不有這疫情嘛，實際上可以在日本待的時間更長一些的，但是呢，當時啊很多國家啊都已經把這個邊境啊給封了。當時啊得到消息是泰國那邊啊馬上就要就是禁止遊客進入了，因此呢，當時我是在福岡啊，立刻就訂了去泰國的機票。如果當時沒有訂票的話，估計就困在日本了。這個日本的這個消費水平啊，明顯要比泰國要高很多，因此得虧把這個票訂了。否則的話就得在日本待一段時間了。當時呢，最後一個城市就是福岡。福岡還是挺漂亮的一座城市，而且那邊離韓國也比較近，也能看到一些韓國的遊客。不知道下一次去日本是什麼時候。這邊也有一些球場。這福岡公園進得去嗎？夠嗆啊，都鎖上了。應該跟外面沒什麼太大的區別。
都是一大片綠地嘛，稍微走一走。一会儿離開這片綠地區域，前面還有一片綠地區域，而且那個綠地區域要比我現在所在的大3、4倍。估計能把那個從頭到尾溜過來的話，這一天也就差不多都過去了。就再往前面看一看。行了，到這個福岡花園，但是人家有正式的名字啊，叫做頤福園，福岡市姐妹都市庭院。看那地圖上写着福岡 Garden， 我就翻译成这个福冈花園了。實際上呢是叫頤福園。走，進去看一看。日式的庭院，什麼都封上了。怡保和福岡啊，姐妹城市。行，到這頤福園裡面走一走，看一看。福岡應該是日本前10大城市吧，9州最大的城市。估計应该也是这个日本前10大。怡保呢是馬來西亞第4大，差不多吧。这个個人感覺還是福岡更大一些。看看這個小湖裡是魚啊還是什麼的，別一會兒出來一隻大蜥蜴，我感覺這像大蜥蜴游過來。大蜥蜴應該比較怕人才對，確實是魚吧。在公園裡溜達溜達。可惜啊，这个桥封上了，过不去。想上那小岛上面看一看呢。那边还有一座小岛，上面还有2棵树，看着挺有意思。这个湖里是魚啊，還是泥鳅？總翻騰啊！行，一會兒在這個小園子裡面溜達溜達，然後就出去了。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吧，挺幽靜的。小島倒挺漂亮。那邊有一座山，哎呦天，怎麼過去？可能得出去，還得走那個進打河。這邊有個球場，場地質量非常好，只不過就是沒人。要在國內的話，絕對有人在這兒踢球。記得以前我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個這個挺大的超市啊，然後呢前面有一片草地，大概跟這個區域差不多大吧。一到晚上啊，全是人。當時把那個草地踩的也怎麼說呢，有的地方有草，有的地方沒草，因為踢球人太多了。
行了，现在離開這個區域，還得回那金大河那一塊兒。剛從那個綠地公園出來，這邊還有一座印度神廟，只不過沒什麼人。看看這個大山，這邊還有一個南道岩，寫的應該是太上老君。看一看，一會兒打算去這個霹靂洞，但是我現在所在的位置離霹靂洞還是挺遠的啊。今天的第一個參觀的景點兒就是這個金大河岸邊上的綠地公園，已經看過了。看看一會兒是不是再去其他地方看一看。